大家好，我是丽姐，欢迎大家来听相亲故事，感谢大家的订阅。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来自于我最近接待的一位客户小娟，她是大连人，嫁给了一位台湾男孩阿志。这个故事啊，真是让我感慨万千，也打破了许多大陆人对台湾的刻板印象。小娟是个典型的北方姑娘，性格直爽，在大连某外企工作，家境还算不错。她通过朋友介绍认识了在大连做贸易的台湾小伙子阿志，两人一见钟情，交往半年后就决定结婚。阿志家到底啥条件啊？我好奇地问小娟。小娟撇撇嘴说：“丽姐，说实话，刚开始我还真有点担心。你知道的，大陆这边很多人都觉得台湾人挺穷的，尤其是农村。阿志告诉我，他家是在台南乡下种田的，我心里多少有点打鼓。但感情摆在那里，我也没太在意。婚后，小娟随阿志回台湾定居，平时住在台北的公寓里。阿志在台北做进出口贸易，周末才会回台南老家。就这样过了半年，小娟一直没去过阿志的老家，只是听阿志说家里是种水果的，回老家当然要回老家啊，难道要让人家觉得你嫌弃农村？我对小娟说。终于在一个长假，阿志决定带小娟回台南老家。一路上，小娟心里忐忑不安，她在想台湾乡下会是啥样子，会不会特别落后，房子会不会破破烂烂的。到了台南，阿志开车拐进一条乡间小路，两旁全是果园。小娟心想，果然是农村啊。但很快她就发现这里的果园非常整齐，每棵果树都精心修剪过，果园里还铺设了自动喷灌系统。哇塞，你们这果园也太专业了吧！小娟忍不住惊叹。阿志笑了笑，这只是基本操作，台湾农业早就实现产业化、科技化了。终于到了阿志家，是一栋2层小楼，周围是大片的果园和农田。房子虽然不是特别豪华，但很干净整洁，完全不是小娟想象中的破旧农舍。阿志的父母热情地迎接了他们。阿志妈妈一口台湾腔：“你就是小娟啊，真漂亮，快进来坐，我们准备了一桌好菜等你们呢。”晚饭非常丰盛，全是自家种的蔬菜水果和养的家禽。让小娟吃惊的是，餐桌上还有红酒，这葡萄酒也是自家酿的。小娟好奇地问：“对呀，我们有一小片葡萄园，专门用来酿酒的。”阿志爸爸自豪地说。吃完饭，阿志说要带小娟参观一下家里的仓库和果园。这一看不要紧，小娟彻底惊呆了。仓库里摆放着各种现代化的农业设备，智能分选机、真空包装机、冷藏设备，甚至还有无人机。阿志爸爸解释说，无人机是用来巡查果园和喷洒有机农药的。我们这些设备大部分是政府补贴的，台湾农业局每年都有专项资金扶持农民购买先进设备，还会派技术员来培训我们使用。阿志爸爸说。小娟瞪大了眼睛，这也太专业了吧，简直就是一个小型农业科技公司啊。阿志笑着说，在台湾，农业早就不是靠天吃饭的传统行业了。我爸不仅是个果农，还是个农业工程师呢，大学就是学农业科技的。第二天，阿志带小娟参观了他们家的果园。小娟发现果园里到处都安装着传感器，这是干嘛用的？小娟指着一个小装置问。这是土壤湿度传感器，可以实时监测土壤的水分、养分含量，数据直接传输到手机上。阿志掏出手机给小娟看，你看，这个专用软件能显示每个区域的土壤情况，需要灌溉或施肥时，系统会自动发出提醒。哇，这也太科技感了吧！小娟由衷感叹。阿志继续介绍，台湾地小人多，耕地面积有限，所以我们特别注重单位面积的产出效益。政府很早就开始推广现代农业技术，大力发展精致农业和有机农业。小娟若有所思，难怪你们家的水果那么好吃，原来是这么种出来的。参观完果园，阿志又带着小娟去看了他们的包装车间，几个工人正在操作机器对水果进行清洗、分级、包装。这些水果都卖到哪里去啊？小娟问。除了台湾本地市场，还出口到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地。阿志自豪地说，
我们家的水果可是获得过国际有机认证的，价格比普通水果高好几倍呢。小娟突然明白，为什么阿志家看起来不起眼的农场能供阿志在台北买公寓了。原来这哪是普通的农民，简直就是农业企业家。其实台湾的农业发展模式很适合中国大陆借鉴。阿志爸爸在晚饭时说，大陆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如果能采用现代化的管理和技术，农业潜力无限。小娟想到自己家乡的农村，虽然近年来也有很大的发展，但与阿志家的现代化农业相比，确实还有差距。不过大陆的农业也在快速发展，各地开始形成不少现代农业示范区，两岸的农业其实可以优势互补，共同发展。阿志说，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和土地资源，台湾有精细化管理经验和农业技术，双方合作的空间很大。晚上，小娟躺在床上，想到自己之前对台湾农村的误解，感到有些惭愧。她给我打了电话，把这些见闻告诉了我。丽姐，我真是大开眼界了。以前总听说台湾经济不行，尤其是农村，以为肯定很落后，没想到人家的农业比我们先进这么多。我笑着对小娟说，这就是认知的偏差啊！大陆很多人对台湾的印象还停留在很多年前，其实台湾农业一直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在农产品精细化、品牌化方面做得非常成功。小娟恍然大悟，难怪台湾的农产品在大陆这么受欢迎，原来是有科学道理的。第3天，阿志开车带小娟去参观了附近的农业科技园区，这里汇集了各种农业创新企业和研究机构。小娟看到了植物工厂、无土栽培设施、智能温室，还有专门研发农业机器人的实验室。这些高科技手段在台湾农业中普及程度高吗？小娟问园区的导游，不同程度的普及了。导游回答，台湾农业已经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从育种、种植、采收到加工、包装、销售，每个环节都有相应的科技支持。政府也非常重视农业科技的研发和推广，每年投入大量的资金。小娟还了解到，台湾农业成功的另一个关键是专业合作社的发展。农民通过合作社抱团发展，共享资源、技术和销售渠道，大大降低了单个农户的成本和风险。阿志，那你为什么不回家继承家业，而是跑去做贸易呢？回程的路上，小娟好奇地问。阿志笑了，其实我就是在继承家业啊，只不过我负责的是销售环节。我们家现在已经形成了从种植、加工到销售的完整产业链。我在台北和大陆跑业务，就是为了拓展市场。现在我们还在开发电商平台，打算把生意做得更大。小娟这才恍然大悟，原来阿志不是抛弃农业，而是在以另一种方式传承发展家族产业。我们这一代台湾年轻农民，很多都是高学历的新农人。阿志自豪地说，我们把创新创业的理念带入传统农业，利用科技和互联网，让农业焕发新的生机。回到台北后，小娟完全改变了对台湾农业的看法。她兴奋地给我打电话，分享她的收获。丽姐，这次回台南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原来台湾的农业这么发达，农民的生活水平也这么高。我以前的想法真是太片面了。我笑着说，所以说眼见为实啊，只有亲身经历才能打破那些刻板印象。其实两岸人民在很多价值观上是相通的，比如勤劳、重家庭，只是因为发展道路和速度不同，形成了一些差异。是啊，这次回去后，我也想把阿志家的一些理念和技术介绍给我家乡的农民。小娟说，小娟的台湾之行还发现了更多让她震惊的事情。在农业科技园区参观的第2天，阿志特意带小娟去看了台湾著名的智慧农业示范基地，这里简直就是科幻片现场啊！小娟惊叹道。只见基地里几台农业机器人正在自动采收蔬菜，它们能精准识别成熟度，轻柔地摘取农产品，效率比人工高出数倍。旁边的大棚里，一套人工智能系统正在自动调节温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和光照强度，为植物创造最佳生长环境。这套系统造价不菲吧？小娟问。确实不便宜，但政府有补贴，而且长期来看很划算。阿志解释道，
这套系统可以节约人工、水电，还能提高产量和品质。我们合作社几家农场共同投资，共享使用。小娟好奇地问：你们为什么这么注重科技投入？在大陆，很多农民还是习惯传统耕种方式。阿志的回答让小娟深思。因为台湾土地资源有限，人力成本又高，如果不走科技化、精致化的路线，根本无法生存。我们必须在有限的土地上创造最大的价值，这就需要科技的力量。参观过程中，小娟还了解到台湾的产销履历制度，每件农产品从种植、采收到加工、包装、运输的全过程都可以通过二维码追溯，消费者可以清楚地知道产品的来源和生产过程。这不仅提高了食品安全性，也增加了消费者对我们产品的信任。阿志说，虽然实施这套系统初期成本很高，但现在已经成为我们产品的核心竞争力之一。晚餐时，阿志的爸爸特意拿出了几瓶自家酿的水果酒和水果醋，这些也是我们农场的副产品。阿志爸爸说，农业要想提高效益，产品多元化是关键。我们不仅卖新鲜水果，还开发了果酒、果醋、果干、果酱等加工产品，甚至还开发了水果护肤品。这样一来，即使遇到丰收季节，价格下跌，我们也有其他渠道增加收入。小娟惊讶地看着这位年过半百却思维活跃的台湾农民，心想，这简直就是一位懂营销、会管理、通技术的企业家啊！第二天，阿志带小娟参观了当地的农夫市集，这里聚集了附近几十家农场的产品，琳琅满目，包装精美。每个摊位前都站着农场主本人，热情地向顾客介绍自己的产品特色。我们通过这种方式直接面对消费者，一方面可以卖出更好的价格，另一方面也能获得消费者的直接反馈，了解市场需求。阿志解释道。小娟注意到，市集上很多摊位既出售农产品，也提供农场体验活动的报名，这是我们的休闲农业项目。阿志说，我们邀请城市居民来农场体验采摘、农事活动，甚至可以住在农场的民宿里，这样不仅增加了收入，也让更多人了解农业，亲近自然，真是太聪明了。小娟连连称赞，把农业和旅游结合起来，一举多得。回到阿志家，小娟又有了新发现。原来阿志家的车库里停着一台高级轿车和一台休旅车，家里的电器设备也都是知名品牌的新款。我一直以为农民生活会比较拮据呢。小娟直言不讳地说。阿志笑了，这是很多大陆朋友的误解。在台湾，成功的农民收入一点不比城市白领低。我爸去年纯收入超过200万新台币呢。小娟忍不住算了算，折合人民币也有40-50万，确实是不错的收入了。关键是生活质量高。阿志妈妈补充道，我们住在乡下，空气好，吃的都是自家种的有机蔬果，生活节奏也比城市慢，身心都很健康。现在很多台北的年轻人都羡慕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呢。听着这些话，小娟不禁反思起自己以前对农村、对农民的偏见。在她的观念里，农村就意味着落后、辛苦、贫穷，农民就是没有知识、没有见识的代名词。但阿志一家完全颠覆了她的这些刻板印象。其实，台湾的农业转型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阿志爸爸说，以前我们也是传统农业，辛苦种地却挣不到钱。后来在政府的引导下，逐步转型为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现代农业。这个过程中，农民的角色也从单纯的生产者转变为经营者、创新者。阿志接着说，现在大陆的农业也在快速发展，很多地方的现代农业园区比我们这里还要先进，规模还要大。两岸在农业方面有很多可以互相学习、合作的地方。临走前一天，阿志爸爸带小娟参观了他的书房，里面摆满了农业技术书籍和各种证书。这是我的农业技师证，这是有机农业认证师证，这是我参加国际农业展获得的奖项。阿志爸爸一一介绍。小娟惊讶地发现，这位看似朴实的台湾农民，居然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学霸。我每年都会参加各种培训和研讨会。阿志爸爸说，农业技术日新月异，不学习就会落后。我们这一代农民大多只有高中文凭，
所以更要通过不断学习来提升自己。现在好了，像阿志这样的年轻人，大学里就有农业经济、农业科技这些专业，毕业后回来接班，能把家族产业做得更好。晚上，阿志的父母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为小娟饯行。餐桌上，阿志妈妈拉着小娟的手说，以后你跟阿志有机会多回来住几天，城里生活再好也比不上家乡的感觉。这一刻，小娟感受到了浓浓的亲情和家的温暖。她突然意识到，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无论城市还是乡村，人们对家的眷恋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回到台北后，小娟迫不及待地给我打电话，分享她的所见所闻。丽姐，这次台南之行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以前总觉得台湾经济不行，农村肯定很穷，没想到人家的农业这么发达，农民生活得这么好。我笑着说，这就是所谓的认知偏差啊！我们对一个地方的印象往往来源于片面的信息，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看到真实的情况。是啊，小娟感慨道，以前总听说台湾产业空洞化严重，年轻人 22K 的低薪困境，但亲眼看到阿志家的情况后，我才明白，台湾虽然在某些传统制造业领域确实面临挑战，但在农业、服务业等领域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尤其是农业，通过科技化、品牌化、多元化，创造了很高的附加值。台湾农业确实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我说，以小农经济为基础，通过合作社形式抱团发展，结合现代科技和精细化管理，在国际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种模式很适合我们一些地区借鉴。小娟告诉我，这次经历让她对未来有了新的思考。她打算支持阿志开拓大陆市场，把台湾的优质农产品引入大陆，同时也把大陆的一些好产品带到台湾，促进两岸农业的交流合作。阿志说的对，两岸在农业领域有很多可以互补的地方。大陆有广阔的市场和土地资源，台湾有精细化管理经验和技术，如果能优势互补，前景会很广阔。小娟兴奋地说，我听了很欣慰，这就是婚姻的意义啊！不仅是两个人的结合，更是两个家庭、两种文化的交融。你和阿志的结合，不仅让你们彼此了解对方的文化背景，也为两岸的民间交流搭建了一座桥梁。听了我的话，小娟有些感动。丽姐，多亏了你的介绍，让我认识了阿志，否则我可能至今还固守着那些刻板印象呢。我笑着说，缘分是天定的，我只是顺势而为，牵线搭桥罢了。你和阿志能走到一起，是因为你们懂得欣赏彼此的优点，包容彼此的不同。半年后，小娟真的开始帮助阿志在大陆拓展市场。他们在大连成立了一家贸易公司，专门代理台湾高端农产品。同时，他们也和大连几家农场建立合作关系，把大陆的特色农产品引入台湾市场。丽姐，你猜怎么着？我们公司第一批台湾水果在大连卖疯了。小娟兴奋地给我打电话，尤其是阿志家的那种特殊品种芒果，一上架就被抢购一空。我笑着说，这不奇怪，台湾水果在大陆市场一直很受欢迎，关键是你们敢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把两岸农业优势结合起来。小娟告诉我，他们不仅做贸易，还把台湾的农业技术带到了大连。在阿志的建议下，他们和小娟老家附近的几家果园合作，引进台湾的种植技术和管理模式。现在好多大陆农场主都慕名来参观学习呢。小娟自豪地说，阿志爸爸专门飞来大连，给这些农场主做培训，教他们如何提高产品品质，开发深加工产品。小娟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她怀孕了。丽姐，我决定回台南待产。阿志妈妈对我特别好，说要亲自照顾我，而且台南的环境好，吃的都是自家种的有机蔬果，对胎儿健康成长有好处。听到这个消息，我特别开心。小娟和阿志的爱情不仅跨越了海峡，还结出了爱的果实，真是圆满。1年后，小娟带着可爱的小宝宝回大连探亲，她特地约我出来喝茶，给我带了满满一箱台湾的农产品，芒果干、凤梨酥、乌龙茶、蜂蜜、柚子茶，还有阿志爸爸自酿的水果酒。丽姐，我这次回来还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小娟神秘地说，我们在大连郊区租了一大片地，准备建立示范农场，完全复制阿志家在台南的经营模式。这个想法太好了，我由衷赞叹，这样可以让更多大陆农民直观地学习台湾的农业经验。小娟点点头，是啊，光说不如亲眼所见。我们打算把这个农场建成两岸农业交流的平台，既展示台湾的农业技术，也引进大陆的优秀农业经验。小娟告诉我，示范农场不仅会种植水果蔬菜，还会发展休闲农业，开设农业体验项目，让城市居民可以来这里感受田园生活的乐趣。同时，他们还计划定期举办两岸农业技术交流会，邀请两岸的农业专家、农场主共同探讨现代农业发展之道。现在大陆很多年轻人也开始返乡创业，发展新型农业。小娟说，我们希望能为这些新农人提供一个学习交流的平台，帮助他们少走弯路。听着小娟的规划，我感慨万千。这对小夫妻已经把眼光放得更远，不仅仅是做生意赚钱，更是在推动两岸农业的交流与融合，促进共同发展。对了，丽姐，我们农场开业那天一定要请你来剪彩。小娟热情地说，一定到场。我笑着答应，心里充满了期待。2年后，我如约参加了小娟和阿志的示范农场开业典礼。这个占地数百亩的现代农场令人惊叹，智能温室、水培蔬菜区、果树示范园、农产品加工区、休闲体验区一应俱全。开业当天，来了不少各地农场主和农业专家，甚至还有几位台湾农会的负责人专程赶来参观指导。小娟，真没想到你和阿志能把农场办得这么好，我由衷的赞叹。小娟谦虚地说，这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我们借鉴了台湾和大陆的先进经验，也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在农场的主楼里，我看到墙上挂着一幅照片，小娟和阿志抱着孩子，站在他们台南老家的果园前，笑容灿烂。照片旁边是一块匾，上面写着两岸一家亲5个大字。看着这幅照片，我突然意识到，小娟和阿志的故事已经从一个单纯的爱情故事升华为两岸交流合作的生动写照。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两岸同胞完全可以携手共进，共创美好未来。农场开业1周年时，小娟兴奋地告诉我，他们的农场已经成为当地的一张名片，不仅吸引了众多游客，还成为农业科研和教学的基地。大连农业大学的学生经常来这里实习，学习现代农业技术。最让我欣慰的是，小娟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通过参观我们的农场，改变了对农业的传统看法，有些人甚至受到启发，决定投身现代农业。阿志也告诉我，他们的示范效应已经扩展到其他地区，一些来参观学习的农场主回去后，也开始改革自己的农场，引进新技术，开发新产品，提高附加值。丽姐，我现在终于明白，为什么当初你会把我和阿志牵线搭桥了。小娟感慨地说，原来你早就看到了两岸交流合作的重要性。我笑着摇摇头，我只是看到2个年轻人心意相通，觉得你们很配罢了。至于后来发生的这些事，完全是你们自己的创造，我可没想到这么远。不管怎样，我们要感谢你。阿志真诚地说，如果没有你的介绍，我和小娟可能不会相遇，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故事。看着眼前这对幸福的夫妻，我心中涌起一股暖流。作为一名婚恋红娘，能促成一段美满的姻缘已经很欣慰了，而这段姻缘还能推动两岸的交流合作，为两岸关系发展贡献一份力量，这更是意外的收获。两岸同胞本是一家人，血浓于水。我感慨地说，希望有更多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通过交流合作增进了解，共同创造美好未来。小娟和阿志的故事告诉我们，打破刻板印象，亲身体验真实情况，才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获得更真实的认知。无论是台湾还是大陆，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我们都在为美好生活而努力。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是两岸同胞共同的情感纽带，也是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坚实基础。现在，每当我遇到对台湾有误解的大陆朋友，或者对大陆有偏见的台湾朋友，
我都会讲起小娟和阿志的故事，鼓励他们亲自去体验，去发现真实的对方。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我是丽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